浙江省長興縣一座廢棄的舊採石場，岩壁上有一層白色的粘土，厚度4公分，4公分大概就是2根手指并起来的寬度。這4公分底下是2疊紀，上面是3疊紀，地球生命史上最大的一場屠殺，整場全部塞在這4公分裡面。我先把數字丟出來，你感受一下，海裡81%到96%的物種消失，陸上大約70%的脊椎動物消失，三叶蟲橫行了2億7千萬年，這一次全滅，一種不剩，統治海床2億8千萬年的霸主整批下台，赤道的海表溫度衝到攝氏40度，比你的血還熱。西伯利亞的地壳裂開來燒了大約200萬年，把大約36000吉噸的碳灌進大氣。赤道那一帶的海花了大約500萬年才重新住得下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然後是最誇張的那一個，這一切的主滅絕期被人類量到只有6萬年，誤差正負24000年。2億5千萬年前的一場死亡被量到只剩6萬年的區間，你不覺得這件事本身比滅絕還離譜嗎？所以今天這一集主角不是那些死掉的動物，主角是一支團隊，還有他們手上那把尺。我們要講的是一群人怎麼用一面岩壁上的5層火山灰，把2億5千萬年前的死亡一格一格量到剩下6万年，而量完之後，那把尺指向的答案只有一句話：兇手不是隕石，是一場燒了200万年的火，還有一片被煮到40度的海。先講那把尺。浙江眉山這個地方在國際地層學界的地位不是一個剖面，是那個剖面。2001年國際地層委員會把2疊系跟3疊系的界限正式釘死在眉山第27層的底部。地質學家管這種東西叫金釘子，意思是全世界的地質年代表都要以這一點為準。順帶說一下，那個界限點是怎麼定的？國際地層委員會挑的標記是一種叫微小辛德崖形石的微體化石首次出現的位置。為什麼用这種東西？因為它演化快，分布廣，而且個頭小到可以隨着洋流跑遍全球。你在世界各地的地層裡挖到它，就知道那一層是同一個時間。可為什麼偏偏是浙江？中國以外的地方難道沒有2疊紀地層嗎？當然有，全世界到處都是。意大利有，伊朗有，格陵蘭有，印度也有。眉山贏在一樣別人沒有的東西，火山灰。這件事非常關鍵，請你耐心聽我講完，因為整支影片後面所有的數字全部從這裡長出來。一般的沉積岩是沒辦法直接定年的，泥就是泥，沙就是沙，裡面沒有內建計時器，你只能靠上下疊壓關係，說誰早誰晚，說不出幾年。但火山灰不一樣，火山噴發的時候，岩漿裡會結晶出一種礦物，叫鋯石。鋯石有2個好用到不可思議的性質。第一，它在結晶的當下會把油抓進晶格裡，卻會把鉛狠狠排出去，所以一顆剛出生的鋯石理論上是零鉛的。第二，它硬、耐熱、耐風化，一顆鋯石可以在地層裡躺2億5千萬年，內部完全不跟外界交換任何東西，於是它變成一個上了鎖的沙漏，鈾238會衰，變成鉛206，半衰期44億多年。這個速率不受溫度影響，不受壓力影響，不受任何地質作用影響。你只要量出這顆鋯石裡面鈾跟鉛的比例，就能反推它是哪一年結晶的，也就是那場噴發是哪一年發生的。而火山灰是天上落下來的，它從噴口飄過來，蓋在當時的海底上，前後可能只有幾天，所以那一層灰等於在地層裡插了一根標好時間的釘子。眉山那面岩壁上，這種釘子有5根，我幫這5根釘子取個名字，後面全篇都會用到，就叫它5格尺。我要先幫你想象一下這件事的體力活是什麼樣子。研究人員從岩壁上敲下幾公斤重的火山灰層，磨碎，用重液跟磁旋一層一層把雜質淘掉，最後在顯微鏡底下用針把剩下那些比沙粒還小的鋯石顆粒一顆一顆挑出来。一層灰能挑出堪用的顆粒，往往只有個位數到10幾顆。這幾顆沙子大小的東西，就是整個地質年代表的地基。第一格是第22層，2億5210萬年前，誤差正負6萬年。第二格是第25層，2億5194萬年前，誤差正負3萬7千年。第三格是
第28層2億5188萬年前，誤差正負3萬1000年。第4格是第33層2億5158萬年前，誤差正負8萬6000年。第5格是第34層2億5150萬年前，誤差正負6萬4000年。這5個數字排下來就是一把刻度尺。2014年，當時任職於麻省理工學院的伯格斯跟鲍林，加上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的沈树忠，把這把尺做了出来。論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学院院刊。那滅絕發生在哪一格呢？這件事不是人說了算，是化石說了算。腕足類、纺锤蟲、珊瑚、三叶虫的化石記錄，在第25層那4公分白粘土的上下斷得干干淨淨，所以答案很直接，滅絕被夾在第25層跟第28層中間，上限一格，下限一格，中間那段就是6萬年。這是什麼概念？我們把2億5200萬年攤成一條252公尺長的跑道，1公尺就是100萬年。滅絕那一段，在這條跑道上只有6公分，而量這6公分的人告訴你，它的誤差不到3公分。一條2個半足球場那麼長的跑道，你指住上面某個位置說，就是這裡，前後不差1個巴掌，這就是那把尺的本事。再換一個算法，把地球45億年的歷史壓縮成24小時，這6萬年只占1秒多一點。地球歷史的一天裡面，1秒鐘海裡的物種少了90%以上。講到這裡，這個故事聽起來已經很漂亮了，可是不行，我得先把最難聽的話講在前面，不然這件事就講得不誠實。第一個反方來了，而且這個反方是對的。論文原文寫的是6萬年正負4萬8000年，你沒聽錯，誤差是正負4萬8000年，幾乎跟數字本身一樣大，誤差比數字還大。你憑什麼說6萬年？我必須誠實回答。那個正負4万8000年是把信心水準拉到 95% 的寫法，換成統計上最常用的1倍標準差，誤差是正負2萬4000年。所以嚴格講，這篇論文能保證的不是就是6萬年，而是不會超過11萬年。但你把11萬年放回2億5000萬年的尺度上看看，11萬年還是一瞬間。這個結論不會因為誤差而動搖，只會因為誤差而變得更誠實。而且我要提醒你，在這篇論文之前，學界對這場滅絕持續多久的估計範圍是50萬年到100萬年。一篇論文把一場滅絕的長度砍掉了一整個數量級。那為什麼以前量不到呢？岩壁又沒有變，火山灰也沒有變，因為變的是手。這個數量級不是一次砍下來的，是磨了16年。1998年，鲍林的团隊也在科學期刊發表過同一套地層的鎧嵌定年，那次給出的界限年齡是2億5140萬年前，誤差正負30萬年。你把2次的誤差擺一起就懂了。1998年是正負30萬年，2014年是正負3萬7000年，精度差了將近10倍。16年之間到底是什麼變了？問題出在鉛。鋯石理論上是密封的沙漏，但實際上不是每一顆都完美。晶格在漫長歲月裡會被它自己內部的鈾衰變放出來的輻射一點一點打出損傷。一旦有裂隙，衰變產生的鉛就可能從裂縫漏掉一部分。鉛漏掉，算出來的年齡就會偏年輕。更麻煩的是，偏多少你根本不知道，這是這門技術幾十年來最大的痛點。解法叫化學剥蚀，先把鋯石拿去高溫退火，讓比較輕微的輻射損傷自己愈合，再泡進氫氟酸裡，把那些損傷嚴重、愈合不了的區域整片熔掉，最後只留下晶格最完整、最不可能漏過铅的核心，才送进质谱儀。翻成白話就是，先把有裂縫的沙漏全部砸掉，只留沒裂的那幾個來計時，再配上一套叫地球時間計劃的國際校準規範，讓不同國家的實驗室使用同一批標準溶液，同一套演算法，數据才能互相比对，不會你算你的，我算我的。5格尺上那5個年齡就是在這套規範底下跑出來的。所以那6萬年不是誰的靈光一閃，那是一群人磨了10幾年，一顆一顆挑鋯石，一次一次泡酸換來的。第二個反方比第一個更凶。眉山只是華南的一個淺海剖面，一個地方的一面岩壁，憑什麼代表全世界？搞不好那只是浙江當地的一場區域性事件。換成是你，會怎麼判斷？我猜你的直覺是，
那就再找一個地方量一次。沈樹忠團隊就是這樣做的。他們跑到廣西的蓬萊灘，找了另一個沉積速率更快、地層更膨脹的剖面，重做一次。這個剖面因為堆積得快，同樣一段時間會攤成更厚的岩層，等於把時間軸放大來看。2019年發表的結果是，滅絕事件的年齡是25194萬年前，誤差正負31000年，跟眉山第25層在誤差範圍內完全對得上。而且因為地層被拉開了，化石記錄顯示滅絕集中在一個窄到31000年正負31000年的區間裡，二個相距好幾百公里、沉積環境完全不同的剖面，各自獨立算出同一個時間點。這是這套方法最強的一張牌。尺講完了，現在來看尺量到了什麼。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5格尺一量下去，最先浮出水面的不是兇手，而是一片空白。先講一件沒有發生的事，你去翻這場滅絕的所有研究，會發現一個很反直覺的空白，沒有撞擊坑，沒有全球性的異常，沒有普遍的衝擊石英。我們拿6600萬年前的一場來對照，你就懂了。恐龍那次是被秒殺的，一顆直徑10公里的小行星砸在墨西哥尤加敦半島，留下一個直徑約180公里的坑，全球地層裡都驗得出1的異常濃度，還有衝擊石英跟玻璃隕石。那次的殺傷是以小時跟天在計算的。二疊紀末這一次不是，這一次是熬的，整整熬了6萬年。那撞擊坑呢？地質學家找了幾十年，把全世界的環形構造一個一個排除。有說法指出，澳洲西北外海的貝多構造，或是南極洲威爾克斯地冰層底下的重力異常，可能是那次的撞擊坑，但這2個都未經證實，主流學界並不接受。那面白粘土裡從頭到尾沒有留下任何一枚來自天上的指紋。我知道有人會說，2億5千萬年那麼久，坑早就被侵蝕掉了，不是嗎？這個說法聽起來合理，可是站不住腳，因為1不會被侵蝕掉，衝擊石英也不會。白垩紀末那次的坑同樣被埋在幾百公尺的沉積物底下，可是全世界的地層裡照樣驗得出1。你要主張撞擊，總得留下一點灰。二疊紀末這一次灰是有的，但那是火山灰。那兇手在哪？在西伯利亞，現在的俄羅斯中部有一片叫西伯利亞暗色岩的玄武岩台地。這不是一座火山，你不要想成富士山那種尖尖的東西，這是一整片地壳裂開來冒岩漿，地質學上叫大火成岩省。2015年，伯格斯跟鲍林把這片岩漿的時間表也排了出来，最早的熔岩流出現在2億5224萬年前，誤差正負12萬年。整個岩省的就位跟噴發在最多約200萬年之內完成。關鍵的一句在後面。諾里爾斯克到麥梅查图伊那套6公里厚的岩層，有2/3是在滅絕開始之前的30萬年之內堆完的，誤差正負12萬6千年，而且所有的火山碎屑岩都落在這段時間裡面。換句話說，火不是燒完才開始死人，是先燒了30萬年，生物才開始垮。規模呢？同一份研究取的還是保守下限，熔岩約74萬立方公里，岩床約88萬立方公里。火山碎屑岩約38萬立方公里，合計大約200萬立方公里。整個岩省的總量估計區間是200萬到400萬立方公里，覆蓋面積估計達700萬平方公里。這是什麼概念？台灣本島加離島大約3萬6千平方公里，700萬平方公里等於194個台灣。那200萬立方公里的岩漿呢？如果全部倒在台灣島上，會堆成一根高55公里的柱子，玉山3952公尺。這根柱子是玉山的14倍高，早就捅出對流層了。可是重點還不是它有多大。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真正致命的不是它噴了多少，而是它在上升的路上燒到了什麼。西伯利亞暗色岩的岩漿不是乾乾淨淨從地底直接噴到天上的，它一路往上鑽，穿過了一整套沉積盆地，叫通古斯盆地。這個盆地的沉積層有多厚？3公里到12公里半。裡面有什麼？碳酸鹽、鹽、蒸發鹽、石油、天然氣，還有二疊紀留下來的煤層。岩漿以岩床的形式一層一層水平塞進這些沉積物中間，你可以想象成有人在地底下開了一個橫跨整個西伯利亞的巨型烤箱，我們就叫它西伯利亞大烤箱。
這條線我們後面還會用到。2020年，地質學期刊有一篇研究提出野外證據，指出當時的岩漿確實直接燒到了煤，而且大烤箱還有排气管。地質學家在通古斯盆地找到大量垂直的角礫岩管道，那是地下沉积物被烤到气體暴增，硬生生把上面的岩层炸穿，噴出去留下的通道。烤箱不是悶着烤，是一邊烤一邊往天上噴，噴出去的也不只有二氧化碳。有说法指出，蒸发岩被烤过之后会釋放大量含氯含溴的氣體，這類氣體上到平流層會破壞臭氧。學界在二疊紀末的地層裡找到大量畸形的孢子花粉，形狀扭曲，發育不全，被認為可能就是紫外線增強留下的痕跡。這個解釋目前還沒有定論，但那些畸形孢粉本身是實實在在躺在岩心裡的。所以這場火山噴的不只是熔岩，大烤箱把地底下封存了幾億年的碳一次全部烤出來，灌進大氣。2021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份研究，用碳同位素記錄配合天文調諧的年代模型去反推，估算出當時釋放的碳量大約是36000吉噸，平均速率大約是每年5吉噸，1吉噸就是10億公噸。順帶把另一個數字擺在旁邊，今天全人類一年的碳排放量大約是10吉噸。數字放這裡，我們繼續往下講。好，回到海裡，碳灌進大氣之後，海發生了什麼事？這一段的證據來源說出來你可能會笑，是牙齒。牙形石是一種已經滅絕的類鰻魚狀動物留下來的微小磷灰石牙齒化石，小到要用顯微鏡看，全世界的2疊紀到3疊紀地層裡都找得到。磷灰石裡的氧同位素比值會忠實記錄它活着的時候周圍海水的溫度。2012年，孫亞東跟尤阿西姆斯基、威格諾等人在科學期刊發表了一份研究，把這些牙齒排成一條溫度曲線，曲線長這樣：2疊紀末之前，赤道特提斯洋的表層海水大約摄氏21度，這是很正常的熱帶海溫，跟今天的南海差不多。然後在大約80萬年之內，這條線爬到了摄氏36度。還沒完，到了早3疊氏的斯密斯期晚期，表層海溫一度逼近摄氏40度。同一份研究推估，當時陸地上的地表溫度可能來到摄氏50到60度。摄氏40度的海是什麼概念？人的體溫是37度，那一片海比你的血還熱，整片海被活活煮熟。這句話不是修辭，它是一份用牙齒量出來的溫度記錄。40度以上，鈣質藻類消失，赤道特提斯洋幾乎找不到魚，殘存下來的無脊椎動物全部變得又小又矮，整條赤道帶變成一條橫貫全球的死亡帶。而熱之所以致命，還有一個大部分人不知道的物理原因，水溫越高，能溶解的氧氣越少，這是常識。煮開水的時候，你看得到氣泡冒出來，但同時還有另一件事在發生，變溫動物的代謝率會隨着溫度上升，它對氧的需求反而變高，所以海一熱就出現一把剪刀，供給往下掉，需求往上跑，2片刀刃往中間夾。這把剪刀我們就叫它呼吸剪刀，後面還會再出現一次。換成人的體感大概是這樣，你被關在一個摄氏38度的房間裡，有人叫你原地跑步，然後同時把房間裡的氧氣抽掉30%，你的心跳會變快，你需要的氧会变多，可是能吸到的氧反而变少。當時整片海裡的動物就是被關在這樣一個房間裡，關了幾萬年。2018年，潘恩跟多伊奇等人在科學期刊上把這個機制做成了全球模式。模擬結果顯示，光是溫度依賴型缺氧這一項，就大致解釋得掉化石記錄裡觀察到的滅絕規模，還有滅絕在地理上的分布。而且，這個模式做出了一個可以被驗證的預測：死亡率不會全球均勻，離赤道越遠的高緯度物種，滅絕比例反而越高。聽起來很怪，對不對？最熱的地方死的比較少，原因很白話，熱帶物種本來就活在高溫裡，它們往2極跑還有活路，而已經住在冷水裡的極區物種往哪跑？退無可退。這個指紋跟古生物學家在地層裡一筆一筆數出來的滅絕分布對上了。第3把刀是酸。2015年，克拉克森等人在科學期刊發表硼同位素研究，重建了當时的海水酸鹼值。結論是，在滅絕的第2階段，海水酸鹼值下降了大約7%個單位，
酸鹼值是对數尺度，下降7%，代表水里的氢离子濃度變成原本的5倍。對所有靠碳酸鈣、鈣殼、鈣骨骼的生物來說，這等於直接抽掉建材。熱、缺氧、酸化，3把刀同時砍下來，而且不是一刀砍完就收工。眉山的化石記錄顯示，這場滅絕至少分成2波。第一波砍掉的是那些附着在海底不動的掠食者，腕足類、海百合、珊瑚，它們吃的是水裡飄過來的東西，水一壞就直接沒得吃。第二波才輪到會游的、會爬的。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場停電，先斷的是最底層的電，然後整棟樓一層一層黑掉。還有一個很少人提的細節，滅絕之後活下來的動物普遍變小了一大圈。同一個屬的殼，早三疊式的個體常常只有二疊紀個體的一半不到。古生物學家管這個叫侏儒化，養不夠的時候，長大是奢侈品。現在來清點屍體，海洋物種消失比例最經典的數字是 96%， 來自古生物學家老普1979年的估算，方法是从物種面積關係反推。這個數字後來被史丹利在2016年用不同方法重算過，得到比較保守的約 81%。2個數字方法不同，口徑不同，但無論你取哪一個，這都是显生宙以來最慘的一次，沒有第二名。陸生脊椎動物大約 70% 消失。三葉蟲從寒武紀早期一路橫行到二疊紀末，前後大約2億7千萬年，這一次全滅，一種不剩。腕足類，這才是這場滅絕真正的主角。我前面說統治海床2億8千萬年的霸主整批下台，講的就是他。腕足類長得像蛤蜊，2片殼，但它跟蛤蜊完全不是同一類動物。從寒武紀開始，它統治了海底大約2億8千萬年，是古生代海床上絕對的優勢族群。二疊紀末之後，它幾乎被清空。今天全世界的現生腕足類只剩下大約400種，你要看到它得專程去找。海百合同樣幾乎被清空。這種棘皮動物在古生代的海底密密麻麻長成一片森林，滅絕之後只剩零星幾隻活下來。四攝珊瑚跟床板珊瑚，2大古生代造礁珊瑚全滅。現代的石珊瑚要等到大約1400萬年後的中三疊式才出現，中間那段時間，地球上幾乎沒有像樣的珊瑚礁。菊石也一樣，這類外殼盤成螺旋的頭足類，在二疊紀末被砍到只剩極少數幾隻通過界限。中生代那些教科書上常見的菊石，全部是從這幾隻重新長回來的。昆蟲，這是昆蟲有史以來唯一一次大規模滅絕。有說法指出，大約8個目在這次消失，但確切數字仍有爭議。還有森林，早三疊式的地層裡，全球幾乎找不到可採的煤層。這個現象叫煤缺失期，持續了好幾百萬年。地球有一段時間沒有大規模的森林可以埋。好，那誰活下來了？軟體動物，雙殼貝、腹足類，也就是蛤蜊、牡蠣、螺這一票，它們也死，但只死掉大約一半。所以結論很直白，你餐桌上的海鮮幾乎全是幸存者的後代，而且交棒交得非常徹底。今天全世界的雙殼貝有1萬到15000種，腕足類只剩400種。滅絕之前，海床是腕足類的天下；滅絕之後，海床永遠變成了雙殼貝的天下。古生物學家給這2批动物取了名字：古生代動物群跟现代動物群。二疊紀末那6萬年就是交接典禮。陸地上也有一個著名的幸存者，叫水龍獸。這是一種豬一般大小，嘴上長着2根獠牙的四足動物。在二疊紀末之前，並不特別起眼。滅絕之後，它幾乎接管了整片陸地。有說法指出，在早三疊式的部分陸相地層裡，水龍獸的化石可以占到當地所有陸生脊椎動物化石的90%。這個比例在不同產地差異很大，但少數幾種動物填滿整個生態系這件事本身是公認的。古生物學家給這種角色一個名字，叫災難物種。它們不強也不聰明，只是剛好耐得住。當所有競爭者都死光的時候，平庸就是優勢。你選誰？想都不用想。如果你要壓住誰能活過這6萬年，你不會壓最大最強的那一隻，你會壓那隻什麼都吃，什麼溫度都能忍，繁殖又快的。這場考試從頭到尾沒有考戰鬥力，
海底那批贏家也是同一個道理。雙殼貝有一項萬族類沒有的本事，它會挖，把自己埋進沉積物裡，等水面上那一波熱過去，萬族類只能用一根肉餅把自己粘在海床上，水變成什麼樣，它就得吞什麼樣。講到這裡，該把剩下的反方也攤開了。第三個反方是這樣：陸地跟海洋真的是同時死的嗎？不一定。2024年，科學進展期刊有一份研究，把同一套化學波石铀嵌技術搬到中國西南部的陸相地层去做，結論很直接，古熱帶地區的陸相滅絕時間上晚於海相滅絕。晚多少？那份研究給的數字是，華夏雨林最後被清空的時間比海洋主滅絕期的結束還要晚大約21萬年，誤差正負103000年。而且雨林的崩潰本身也不是一瞬間，依不同的年齡模型估算，拖了135000年到215000年。更有意思的是，那份研究認為陸地的死亡有一個纬度順序，先從高纬度開始，晚二叠式長星期就動了，然後一路往赤道推進，直到早三叠式印度期才輪到熱帶。整條路上的滅絕線前後拉了將近100萬年。換句話說，海裡是被一刀砍斷的，路上是被鋸子慢慢鋸開的。這件事到今天還在吵，還沒有定論。所以嚴格講，我們量到的那6萬年是海洋的6萬年。5格尺量得準，但它量的是眉山那片海。第四個反方最短，隕石說被100%排除了嗎？沒有，科學上很少有100%。誠實的講法是，找不到坑，找不到全球性異常，找不到廣泛的衝擊石英。證據等級跟白堊紀末那次差了好幾個量級。目前主流解釋是火山，而隕石說缺乏支持證據。反方講完了，我們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6萬年會死那麼多？地球歷史上二氧化碳濃度比二疊紀末更高的時期，多得是白堊紀中期就很熱。可為什麼白堊紀的生物活得好好的？因為真正的兇手不是量，是速率。白堊紀那些碳是花好幾千萬年慢慢升上去的，演化跟得上，跟得上就不叫滅絕，那叫適應。而眉山第25層那4公分白粘土底下還藏着另一個數字。同一篇2014年的論文分析了碳同位素曲線，發現滅絕開始之前，碳酸鹽碳同位素有一個急劇的負偏移尖峰，幅度大約3/1000。這個尖峰持續多久？依沉積速率不同估算，介於2100年到18800年之間。2100年到18800年，整個地球的碳循環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被推翻，而碳循環要花大約50萬年才慢慢盪回滅絕前的水準。先崩的是碳，然後才是生物，順序清清楚楚寫在那面岩壁上。而且碳循環崩掉之後並沒有立刻安靜下來，整個早三叠式的碳同位素曲線是一路剧烈上下摆盪的，摆幅之大，在显生咒裡幾乎找不到第二段。那不是一次崩潰，是一個失去阻尼的系统，來回甩了好幾百萬年才停。換成是你要重建一個生態系，你会怎麼做？你需要一段穩定的日子，可那幾百萬年裡最缺的就是穩定。那麼恢復呢？這一段的數字同樣可以清點，而且有2個方向完全相反的答案。先講壞消息，孫亞東那份研究指出，赤道海洋的死亡帶維持了大約500萬年，500萬年裡赤道带熱到沒有任何生態系能重建。可為什麼拖這麼久？西伯利亞的火山早就停了，超級溫室卻鎖在那裡不退。這個問題困擾了學界很久。2025年，英國利茲大學跟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的团隊在《自然通讯》期刊給了一個答案：熱帶森林崩潰之後，陸地的碳匯功能跟着失效，沒有植物把碳吸回去，也沒有旺盛的化學風化把碳埋掉，所以高二氧化碳狀態被鎖死了大約500萬年。不是火山燒了500萬年，是森林死了以後，地球失去了自己降溫的能力。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2025年3月，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劉峰團隊在《科學進展》期刊發表了一份研究，地點在中國新疆土哈盆地的南台東溝剖面。他們在那裡發現，海洋大滅絕正在進行的同時，這一區的裸子植物森林跟蕨類植被基本上沒有斷過，孢粉物種的滅絕率只有大約21%，遠低於同期海洋的滅絕率。
而且因為植被沒斷，食物鏈的底層還在，逃過來的動物有東西吃。這個地方在大滅絕之後大約75000年就重建出一個結構完整的陸地生態系。75000年跟赤道海洋那500萬年比起來，差了60倍以上。所以地球死光了這句話，嚴格講是錯的。地球是有避難所的，只是很少，而且很偏。最後一塊拼圖是2026年才補上的。可就在所有人以為這個題目只能靠化石慢慢磨的時候，有一群人把整個問題搬離了野外。202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刊出一篇由史丹佛大學團隊主導的論文，第一作者是馬奎茲。這篇論文做了一件過去沒有人做過的事，他們不去挖新化石，他們直接去量活的动物。做法是这樣，研究团隊把现生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分成2批，一批是古生代動物群的結遺，腕足類、海百合這些本來早該被淘汰，卻僥倖留到今天的類群；另一批是現代動物群的代表，雙殼貝、腹足類這些贏家。然後把它們一隻一隻放進密閉的呼吸測量槽，一邊調水溫，一邊量它的耗氧量，看它在什麼條件下開始撐不住。有說法指出，其中腕足類的樣本是研究人員專程跑到美國華盛頓州外海的聖胡安群島採回來的。這種東西不是想買就買得到，你得自己下水去撿，再把實驗數據跟從生物地理分布反推出來的生理性狀合在一起分析，結論是一句很技術但意思很清楚的話：古生代動物群的缺氧耐受度對溫度的依賴性比現代動物群高。翻成白話就是，水一熱，古生代那批動物對氧的需求上升的比較快，能用的含氧栖地就掉得比較凶。而當時的海正在同時做2件事：變熱，還有失去氧。看到沒有？前面那把呼吸剪刀在這裡被人放進實驗槽裡量了出來，這就解釋了一件古生物學吵了幾十年的事。為什麼死的是腕足類跟海百合，活的是蛤蜊跟螺？為什麼不是隨機清空？因為那不是隨機，那是一場生理淘汰賽。考題只有一題：水熱了，氧少了，你撐不撐得住？腕足類考不過，雙殼貝考過了，海底的老大從此換人，換到今天都沒換回來。而且這篇論文的作者名單跟2018年那份缺氧模式高度重疊。當年做出全球模擬的那幾位多伊奇、斯珀林，還有先前提過的那2位主力，名字都在這份新論文上面。等於同一批人花了8年，把同一個機制從解釋規模、解釋地理分布，一路推到解釋誰死誰活。他們的結論是，溫度依賴型缺氧是目前唯一同時通過這3關的殺手。一場屠殺，最後被拆解成一道呼吸的算術題。好，我們回到浙江眉山那面岩壁，那層白粘土之所以被國際地層委員會釘上金釘子，不是因為它厚，是因為它薄。4公分的泥夾住了6萬年，夾住了海裡90%以上的物種，夾住了統治海床2億8千萬年的霸主，整批下台。我們花了100多年才把這4公分讀出來，5層火山灰，5個油籤年齡，2個相減出來的數字，誤差正負24000年。這是人類目前對2億5千萬年前的一場死亡所能達到的最高精度。而讀完之後，最該記住的其實不是 96%， 也不是40度，是那面岩壁裡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任何一顆隕石。